婆，良宵苦短。1年前，我和周生结婚当晚要圆房时，婆婆突然敲门：“儿子，妈身体不痛快，快扶我回房休息。”把她叫走。直到第2天早上，她才从婆婆房里出来，还一副累极的样子。从那天起，婆婆总会在我们准备圆房时把她叫走，一去就是1夜。今天是我们结婚1周年的日子，我要我的丈夫今晚只属于我。老公，老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穿的这样撩人。今天晚上你必须留下来陪我，谁都不能。儿子，妈心慌的厉害，喘不过气。妈，有病就去找大夫，周生又不会治病。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你还是我媳妇儿吗？老公，你不能走，今晚不一样。等你冷静下来再说吧。结婚1年了，你夜夜待在婆婆房里，让我这个妻子怎么想？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每晚在房间里面到底在干什么？周生，你到底要闹什么？我不是说过你不准靠近我妈的房间吗？我听见房间里有声音，所以我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够了！我再说一遍，不准靠近我妈的房间，更不准偷听，这是规矩。什么破规矩？周生，你告诉我，这个家里一共就3个人，妈每天晚上把你叫过去，还把门反锁，你们到底在里面干些什么呀？瞒着我一个人。妈身体不好，我这个当儿子的照顾她是天经地义，你能不能不要没事找事了？周生，你搞清楚，我才是你的妻子，我正当年轻，我也有需求，可你却让我一个人独守空房。你够了！你到底有完没完？我说了，我要照顾我妈，你还能不能好好过日子了？到底是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明明是你们在房间里面。错了，妈摔倒了。这么巧，我一来婆婆就摔倒了。妈，您没事吧？都是我的错，这次就换我来照顾您吧。出去，就用不着你管。如果婆婆确实生病，那为什么从来不叫大夫，也不将我这个儿媳妇照顾，偏要叫老公守夜？她婆婆那脸蛋儿白里透红，一身风骚劲儿，哪像守了几10年寡呀？瞧着呀，这比刚进门的新媳妇还水灵。不知道的呀，还以为这婆婆是新媳妇呢。走。婆婆一个50多岁的寡妇，怎么可能不显老态？反而比我还年轻。除非她根本就不是我婆婆，是周生藏在家里面的野女人。老婆，你怎么来了？周生，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你还要不要脸？老婆，你说什么呢？你每天这个鬼样子从婆婆房间里面出来，脖子上还有这种印子，你还好意思说我？老婆，这事儿你误会了，你听我讲。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摆设，这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你跟那个骚狐狸过去吧。够了，那是我妈，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你别说我妈。到底是你妈呀，还是你藏在家里面的那个野女人？你自己心里清楚。老婆，老婆你别走，是我错了，我刚刚不应该对你动手，但我对你是真心的，我求你。那我问你，你去你妈房间里面干什么？那个女人是谁？我当然是照顾我妈了，我妈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照顾你妈需要照顾1晚上，直到第2天早上才出来，你还累成这个样子，碰都不让我碰你。你们2个到底在房间里面干了什么？累成这样！老婆，这些不该问的你就别问了，这是周家的规矩，你就别逼我了。好，我不逼你，那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告诉我你妈到底得了什么病，你去她房间里面干什么？要么我回娘家，我们分手吧。可周家的规矩……什么破规矩？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你妻子。老婆，
老婆，我承认我是有很多事瞒着你，可我对你是真心的呀。你干什么？你把剪刀给我！老婆，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那我就只能去死了。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你把剪刀给我。想让我相信你可以，除非你今天留在房里，我们一起做完那件事。老婆，老公，我准备好了。老婆，你先喝杯牛奶定定神，我去洗漱，马上就回来。周生每晚都会给我热一杯牛奶，他心里是有我的，我等你。老婆，老婆，老婆，醒醒，天亮了。老婆，昨天不是叫你等我吗？你怎么睡得这样沉，叫也叫不醒？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昨晚太困了，不如今晚我们继续。老婆，你醒了就去吃点东西吧，我去帮你把被子洗了。阿欢，阿欢，你们小夫妻感情好，大娘替你开心，但是也得注意点分寸呐。张大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昨天你们房间的动静，哎呀，响了大半夜，害得我呀整宿都没合眼。那是婆婆的房间，我一定要搞清楚婆婆房间里到底有什么秘密。老公，老婆，趁热把牛奶喝了吧。每次喝了老公端来的牛奶就犯困，难道奶有问题？不如将计就计，假装喝下。老婆，生生啊，快来，我都等不及了。果然，老公又被那个女人给叫出去了。我倒要看看他们在房间里闹腾一夜，到底是在干什么。那包里面装的是什么？竟让周生这么宝贝。谁？给我出来！周生拿着那些女人的贴身衣物，去婆婆房间里面干什么？这事儿如果露出去半点风声，我们全部完了。叫你我都不说，谁会知道？今天我一定要搞清楚，周生作为有妇之夫，为什么要挨着其他女人这么近？周生，周生在家吗？周生，破费里出急事了。大晚上的真会挑时间。既然老公不肯告诉我，那我就自己看看。我倒要看看，老公每晚和这个野女人在婆婆房里做什么。这是好大一张床。婆婆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会穿这么性感的睡衣？生生，快来！我们每天在你房里做这事儿，你媳妇儿不会知道吧？她呀，心思单纯，不会知道的。开始吧。原来这睡衣是给这个野女人穿的。周深，你这个王八蛋，难怪不肯碰我，原来是在婆婆屋里金屋藏娇。哎呀，我都等不及了，你知道的。
我一天都不能没有你。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双大娘，怎么是你啊？还穿成这个样子，对着我老公笑。周生，你这媳妇儿有意思啊！怎么，我们的关系，她是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实在是不好意思，是我老婆不懂事，给您添麻烦了。您放心，下一次我一定亲自上门给您赔不是。都是邻里邻居的，我也不会放心上。不过，你的服务我还是很满意的，我呢，还会再来的。不能这样！今天晚上我就教教你什么是周家的规矩。算了，阿欢，我念在你今天是初犯，从轻发落，你就好好在这跪上一夜，好好反省。明明是你做错了事，你都跟张大娘那样了，你凭什么罚我？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在闹什么？明明是你，你每晚说去伺候妈，可房间里根本就没有妈，只有穿成那样的张大娘。周生，你怎么解释？这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张大娘她只是……周少，你快再去铺子看看，老夫人她快撑不住了。周生，你站住！你今天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我会解释，但不是现在。身体虚弱的婆婆去照看铺子，本该照顾她的周生，却在她房里私会别的女人。身体虚弱的婆婆去照看铺子，本该照顾她的周生，却在她房里私会别的女人。我头好晕。我想起来了，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女人，难道和周生去婆婆房间里的女人根本就不止一个？婆婆房间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周生为什么要这么瞒着我？老公，婆婆怎么样了？家里的铺子还好吗？你说话呀！你每晚去婆婆房间里面干什么？那个女人，张大娘，还有我那天看见的那个年轻姑娘，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3代以纺织立家，以帆布传业，可你吓了我周家整整1年，连最简单的缝补针线你都拿不出手。你说这些干什么呀？这些和那些女人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大了。在你还没学会绣花之前，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你明知道我根本就不会绣，我从小一拿针线就刺手，根本就学不会。你这是在刁难我！我没有刁难你，这是周家的规矩。新妇入门，须通女工，持家有方，才算真正成了周家的人，才能知道周家的秘密。她婆婆那脸蛋儿白里透红，一身风骚劲儿，哪儿像守了几十年寡呀？瞧着呀，这比刚进门的新媳妇儿还水灵。不知道的呀，还以为这婆婆是新媳妇儿呢。既然你不愿意，谁说我不愿意的？别做了，阿欢，就非要知道这些事吗？维持现状不行吗？你以为那些女人夜夜私会，天天笑得那么开心，穿得那么轻跑，你叫我怎么装聋作哑？你怎么总往龌龊处想？我跟你说过了，我跟他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你给他们买那些衣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你抱着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才是你妻子？你真的够了！现在，你要么安安静静的绣完，要么这辈子再也别问了。我偏要弄个明白。既然如此，那你就绣出一副完整的绣面才算合格，否则不作数。
想好了。可是我们明明已经说好了。你不是想知道妈房间里的秘密吗？我现在就带你去看。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这儿。妈3月杨柳青呀，小妹妹坐窗棂，穿针引线绣凤凰呀，一针一线系情郎。婆婆怎么变得这么年轻了？但是好像不认识我们。妈，今天天气好，你要不要歇一会儿啊？你们是谁啊？妹妹，你也是来学刺绣的吗？阿欢，你也看到了，我妈得了痴呆症，经人介绍吃了药后，就突然返老还童变年轻了，但相应的，痴呆症也越来越严重了。那她夜里去找你？每到晚上，我妈的病就愈发的严重。她只记得我跟她说过，只要不舒服，就来找我。她已经忘记我成婚了。对不起，1年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妈清醒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几次，希望你以后继承这个家，但我怕你累，又怕你知道我妈的情况，不愿意留下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金条100根，铺子50个，家里居然有这么多的铺子。是啊，也就是因为这些，我妈每天都要操心，所以身体才会一天不如一天。我妈的身体时好时坏，但她始终记得自己是周氏绣艺的第6代传人。妈也太不容易了。妈每次清醒的时候，不是去铺子里看账本，就是去看绣品。她说，机器绣的花没有魂，咱们的手艺呀，是老祖宗一针一线传下来的，可不能在我这儿断了根。妈，这幅画我来陪你绣。你摸摸，这丝线呀，得先用米浆浆过，才有骨力。你是哪家的姑娘啊？妈，我是你儿媳妇阿欢。你别逗我了，我今年才18呢，哪有什么儿媳妇呀？你也看到了，我在生意上没有经商天赋，没办法替我妈，分忧解难，所以我妈的身体才会越来越严重。对不起啊，那铺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婆婆为什么变成了这样还要去？铺子里的事儿没有一天在消停，我妈就算晚上只要稍微一清醒，也会想去看看。难怪婆婆昨晚还在铺子。那昨天晚上你和张大娘……董生，给老子滚出来！外面是什么人？怎么敲门这么急啊？妈，外面不是客人，外面是有人在修门。阿欢，你看好吗？你们要干什么？周生，你他娘的跟老子说清楚！我婆娘张大花为什么天天晚上往你这儿跑？你他妈到底对我老婆做了什么？啊！周家的规矩，不能透露客人的隐私，即便是亲属也不行。我去你妈的规矩！老子再问你一遍，你他妈天天晚上和我老婆关起门来，你是不是对她做了什么？你是不是和她？亏你小子还天天叫我老婆张大婶，被你叫到床上去了。今天你要是不交代清楚，我就砸了你这破院子！无可奉告，还敢狡辩？周成，我老婆自从去了周家铺子见过他，回来连手都不让我碰一下，还说我是个粗人，不懂情趣。晚上睡觉还对着镜子傻笑。别胡说八道了！周生本本分分地守着铺子，他这样惹过谁啊？阿欢，阿欢，你扶周生回屋上药，这里我来处理。妈，你清醒了？去吧，扶进去吧，相信我妈清醒时候的战斗力。李彪，我看你是活腻，居然敢来找我周家的麻烦。凤仪姐，这是吧？是周生，滚出去！彪哥，他就一个老娘们，怕他干什么？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小时候他天天揪我耳朵，现在一看到他我就耳朵疼。等等，哎，凤仪姐，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以你的脑子是怎么会想到我儿子身上的？说是谁叫你来的？一个女人，还戴着面罩，我也看不清啊。一个女人。阿欢，妈，我的好儿媳，真是苦了你了。妈，你那边好了？暂时清醒了，都怪我轻信了别人。半年前有个女人找上门，她告诉我有祖传的秘方专治我这病，我当时就一心前就相信了她。妈，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那药起初确实有效，但过了不久，人是变得年轻了，但这脑子是越来越糊涂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药竟然是以透支性命为代价的。那个女人是谁？她每次来都戴着面罩，声音也故意压着，但我能感觉得出，她是冲着我们周家来的。冲着周家？我们周家几代经营，在这个行当里树大招风，有些人眼红，他在暗，我们在明，如今也只能小心提防着，等他下次再露出马脚来。妈，你先别说这病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或许有办法。我以前劝过妈说她放不下铺子，说那些顾客那些绣品。阿欢，妈都这把年纪了，能看着你和生生好好过日子，妈就知足了。至于妈这病，就听天由命吧。哦，对了，至于夜晚来我房里的那些女人，妈，别说了，这件事我还没准备好告诉阿欢，你能不能……生生，阿欢都嫁进周家1年了，有些事情她有权利知道。妈，周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完全都听不明白？不行，妈，不能说，我不能让阿欢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妈，去东厢柜子第3格，给我把药拿来，该吃药了。好，好孩子，你别怪生生，他不是故意隐瞒你的，但是那件事恐怕连他自己都无法面对。妈，到底是什么事？周生他怎么了？我一直觉得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我相信你肯定能承担真相的。妈，您说，午夜子时，你悄悄地来我房里，你亲眼看到了，就什么都明白了。可是周生他只是太害怕会失去你，可继续隐瞒下去，你只会不安。妈是女人，妈更懂你。妈，我来了。阿欢，来，你把这件衣裳换上。这是？你觉得这是一件有伤风化的衣裳，对不对？你再仔细看看。妈，虽然我不懂刺绣，但我也知道，这绣这面料在市面上一般是买不到的。妈，你今天叫我过来，不是跟我说每夜去你房间里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吗？你跟我说这衣裳干什么？你既看出这件衣裳不同寻常，难道不曾想过，那些夜里来我房间的女人和这衣裳一样，也是同一件事？我不明白。张大娘也好，年轻的女孩也罢，她们夜里来不是来跟我儿子私会的。那是……妈，您睡了吗？我给您送安神茶来了。嘘，躲好。难道妈又去铺里了？进来吧。周老板，我嫂子让我来的。她说您这儿有让女人幸福的秘密。她还说来您这儿的女人都像重活了一回似的。柳姑娘，您说笑了。我周家只做正经的绣品，还有睡衣。绣品生意？难道
周生每晚在房间里面是在做这些。周家的男人都有一双巧手，但世道容不下男人做这个。生生是周家天赋最高的那个，但一旦被传出去了，那是不会被人接受的。所以那些女人只能每天晚上过来拿定制的衣服，就是怕被人误会。那我看到的周生环抱住那些女人，实际上是在给他们量尺。这就是我房间里的秘密。要是那些男人们知道了他们的女人花了大的价钱买的是我儿子绣出来的贴身衣物。对不起妈，我明白了，之前是我太狭隘了。周老板，您别躲呀，我嫂子说了，来您这试衣服，可都得您亲自帮着穿呢。不过，这女人看着不对劲。别着急，我们先等等。请你自重，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裁缝。我嫂子把你夸的天上有地上无的，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今儿我来了，就给我看这个，有什么能耐都亮出来吧。我没什么能耐，不过是个会点针线活的普通男人。告诉你，我有的是钱，再贵再好看的衣裳都能买下来。你这个小铺子，我还不放在眼里。那又怎样？那你又为何找我？把老娘哄高兴了，自然有你的好处。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柳姑娘，如果你是来做生意的，那请明天去店铺里面看样。如果不是，门在那边。哟，脾气还挺大。不过，你这个小帅哥长得倒是白白净净，难怪那么多女人被你迷得神魂颠倒的。请你放尊重些，请你放尊重些。你要是不从了我，我就在这大喊，说你把我骗进来，要非礼我，看你周家的名声还保不保得住。这欠收拾的贱女人，我现在就出去把她打晕。哎，妹妹，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不是吧，妈？你怎么这个时候犯病啊？柳姑娘，我再说一遍，如果您是来做生意的，那我随时欢迎；如果不是，那请现在出去。非礼啊！救命啊！周家老板要强暴我！老板娘，你没事吧？他把我骗进来，说要给我量体，结果就要动手动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把你送进去坐牢的人。现在知道怕了吧？告诉我，姑奶奶我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走。你在干什么呀？老废物出来了，老的不是我对手，小的也不是我对手。戴面纱的神秘女人，还婆我的凶手就是你吧？妈，我的头好晕，丝线，我的丝线，客人的牡丹花没绣啊！妈，你这是怎么了？我的头要裂开了。妈，你先坐着休息一下。牡丹花，妈，周生交代我了，要好好照顾你。你若是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他交代？阿欢，妈，你清醒了。他们把生生带走了。他们把生生带走了。现在，你该知道我们周家是做什么生意了吧？我知道了，是我对不起，我错怪了周生。他每夜带女人回来，只是为了给他们做衣服。没错，当年我接手周家铺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商机。女人们总是找不到适合的贴身衣服，常常有苦难言。所以，你设计了那些睡衣、内衣，
是，直到生生长大，我才发现，这个孩子不仅天赋极高，而且秀艺更是一绝。那些女人穿了他做的衣裳，都感觉非常的幸福。而我，连最基础的针线都不会，在周生眼里，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触碰周家的秘密，更别说理解他。傻孩子，生生他是不会嫌弃你的，他是怕你知道了之后，你会嫌弃他。我怎么会嫌弃他？我若是知道，只会更心疼他。现在知道也不晚。妈，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周生带出来。那个女人敢明着来抓人，说明她做足了准备。来，妈跟你一块儿去。走。你呢？这是要去哪儿啊？你是谁？周老夫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啊。10年前，你在城东开了50家成衣铺，我在对街也开了50家，你竟忘了我？是你，柳家绣坊的老板娘。本来相安无事，可自从你研究出了什么让女人穿了就能觉得幸福的贴身的小衣和睡衣，我的生意就一落千丈，我的老主顾也全都跑到你那儿去了。商场如战场，各凭本事。我的东西客人喜欢，难道这也有错？让男人为女人缝贴身衣物，夜里关起门来做那种交易，我不服。所以你就因此害我？哼，是，又如何？反正你也活不久，我不妨再告诉你几句。那药是不是让你看起来越来越年轻，肌肤细滑，仿若少女？你在说什么？你的记性是不是越来越差？是不是常常恍惚，甚至忘了自己是谁？没错，那毒就是这么霸道，让你在变美的同时，一点点忘记一切，最后在痴傻中死去。你竟然如此狠毒！狠毒？比起你夺走我半生心血，这又算得了什么？你心肠这么狠！其实，当年你得的只是普通风寒，是我买通下人假冒大夫，在你的药里下了毒。没想到你果然上当了。本以为周家缺了你这个主心骨，从此就会一蹶不振。妈，你没事吧？没想到你命硬，竟活到了现在。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你那个儿子周生竟比你还要优秀，他让我的生意彻底没了。所以，是你假扮顾客，故意接近他，就是为了毁了他。你这个毒妇，老东西，你早该死了！你干什么？找死！你想干什么？等我把这个老东西杀了，我再杀了你。到时候我就说婆媳不和，失手致死。难道谁还会怀疑到我这个目击证人身上？阿欢，你快走！我不走，妈！你有本事就冲我来，那我就成全你！住手！刘雨燕，我们的账该算清了。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些年来，来我周家铺子定制衣裳的人，没有上万也有数千。他们知道我被关的真正原因后，就自发联名作保，为我澄清申冤。不可能，他们就不怕被人议论，就不怕被他们丈夫知道？他们竟为你……我周氏社里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女人穿得体面，活得舒坦。我们靠手艺说话，凭诚信经营，光明磊落，何惧人言？倒是你，柳老板，你以次充好，裁剪敷衍，绣线褪色，你不思己过，反而用尽下作手段去危害他人。你胡说！我用的都是上等料子。上等料子。张大娘在你铺子里面定制了一件下衫，穿了一次便腋下开线。赵家千金的嫁衣，不到3日便绣线褪色，毁了整副锦缎。刘雨燕，这才是你生意一落千丈的真正缘由。他们
他们为何不曾找我理论？找过，他们当然找过。但你说那是他们不识货，说他们寻衅滋事，甚至还将其中几位夫人的私事给抖了出去。刘雨燕，你坏事做尽，自以为天衣无缝，可惜多行不义，你必自毙。这件事儿，只有我和王大富知道，绝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王大富昨日在怡花楼喝花酒，抱着老板娘，将你这些年做的事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出来。他不敢。他不仅说了，他还将你藏在庄霞暗格里的账本位置也一起给吐了出来。请进来吧。您明鉴啊，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要炸就埋在后院的第3棵桂花树下，用蓝布裹着。王大富，你竟敢！刘雨燕，你涉嫌投毒、诽谤、伪造秀样，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跟我们去局里走一趟。假的，都是你们串通好的。有什么话留在堂上同你丈夫对质吧。哎呀，我早就叫你收手了，这下好了，全家都被你带到沟里去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丧尽半生，原来是一场空。刘雨燕，因果轮回，你今日的报应，却是你自作自受。哎呀，周婶儿，今天气色可真好呀！这多亏了阿欢，这丫头呀，虽然没有生那做衣裳的手艺，但是却是个做生意的好料子。哦，周家的铺子呀，从50多家开到了100多家，真是辛苦你了。哎呀，这女人做生意这么厉害，可真是找了一个好媳妇儿啊！哪有，多亏了大伙的帮衬。没有。对了，张大娘，咱们铺里啊已经开设了专门的试衣间，请的还都是女伙计，现在就可以在店铺的试衣间里为您量体改衣。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呦，说起来，你们还记得柳娘吗？过去是我错了，现在我想尽自己的能力，为大家做一些事情。去吧。阿欢，你不是说要跟我圆房吗？怎么天天晚上见不到你人影啊？店里生意这么忙，哪有空理你啊？我现在呀可是身子大好了，这店里的生意啊我来，眼下就等着抱孙子孙女了。遵命，阿欢。曾经的我以为世间最难打破的是偏见，但是现在的我明白，只要心存善念，守住本心，一切都会越来越好。